我死后，他才开始后悔。我被押进堂上的时候，还在下雨，湿冷的水顺着衣角往下滴，整个大堂静得可怕。我抬头看向主位上的人，裴燕，我的未婚夫。他穿着官服，神色冷静，像在审一个与他无关的人，而不是与他自幼定亲的我。沈清，他开口，你可认罪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看着他。你信我吗？他沉默了一瞬，很短，短到像从未动摇。然后他说，证据为实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冷，不是因为雨，是因为我这一生选错了人。堂下有人冷笑，证据都在，你还不认？证据？那封四通账册，那本账册是我亲手整理的赈灾银流，我记得每一笔，记得哪个村子缺粮，记得哪个孩子哭着领到米。可堂上那一本，字迹是我的，习惯是我的，连页角那一点细小记号都是我的，唯独内容不是。银两被改，去向被换，名字被替，像是有人拿着我的手替我写下了罪。还有那枚印信，那是我父亲的，沈庭远一生清廉的司库。他说过，银子不是冷的，是百姓的命。那枚印，我看他用了一辈子，甚至那道裂痕是我摔的。可堂上那枚印，裂痕在，纹路在，连墨色都一样，像是有人把我父亲的一生清白也一并复制了，只为让我死得理所当然。指证我的人，我一个一个看过去，邻里、旧铺、受过恩的人，没有人看我，却每一句都能要我的命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这不是误会，是早就设好的局。沈庆，罪证确凿，关押大牢。我没有再说话，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。我只是在被押走前看了他最后一眼，他没有看我。那一夜我才知道，我死不够，父亲以失职之名入狱，3日后自尽，母亲闻讯而亡，弟弟流放途中死于雪地，沈家满门无一生还。我忽然明白，他判的从来不是我，是整个沈家。我没有被斩，而是关入牢中，3日后畏罪自尽。他们是这么说的。那一夜有人进来，一碗药。我问谁的意思？那人低声说，裴大人。我愣住，然后笑了。原来他不是不信我，他只是选择了一个对他最稳妥的答案，而我刚好不在那个答案里。我终究还是喝了，因为我知道不喝也活不了，只是死得更难看。最后一刻我想的是，裴燕，你真狠。我以为我会消失，可我没有。我睁开眼，站在牢房里，而我的身体躺在地上，冰冷苍白。我死了，却还在。我伸手碰不到，我开口发不出声。我成了一缕魂，灵堂设起，白帆高挂。他来了，穿着素衣，站在我灵位前。我站在他身旁，等他崩溃，等他后悔，等他说一句
我错了，可他没有，他只是说安葬吧。就像处理一件公事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我这一生像一场笑话。我没有离开，我被困在他身边。白天他在公堂，夜里他在书房，我跟着他像影子。第一年我恨他，我在他耳边喊，你错了，我没有做。他听不见，一次都没有。第二年他开始变了，判案变慢，开始反复查证。有一次他翻到旧案，手停住了，我知道他开始怀疑了。第三年他终于查出真相，那一刻他整个人像是被抽空，他去了牢房，我死的地方，跪下，手贴着地面，声音颤得不像他。沈清，是我错了。他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，可我站在他面前，没有恨，也没有爱，只有一种很安静的空，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后来他辞官救人赈灾，做着我父亲做过的事。他想补我，补沈家，可有些东西补不回来。有一天他在书房崩溃，双手掩面，我站在他身旁，伸手想碰他，手穿过他的脸，像风，像雾，像我这一生从未被他真正选择过。第三年冬，雪下得很大，他站在院中，像当年我死的那天。他忽然开口，你还在吗？我一愣，他看着空气，声音很轻，若你在，能不能让我再见你一次？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知道我该走了。我已经看完了他的后悔，他的余生，他的惩罚。我慢慢后退，雪落在他肩上，他站着一动不动，像一尊石像。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很平静。裴燕，你终于学会爱了，可惜我已经不在了。风起，雪落，我消散。这一次我没有回头。他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他总爱跟在我身后，裙角轻晃，笑起来时眼睛弯弯的。他爱干净，也爱漂亮，衣裳要整齐，发簪要对称。有一回风吹乱了他的鬓角，他都要堆住水面里很久。我那时候笑他，他却认真地说，人活着总要体面一点。我记住了，却没想到最后是我亲手替他做了那个体面的决定。他被押上堂的那一天，在下雨，他的衣角湿透了，却还是抬头看我，眼神里有倔强，也有一点点期待。他问我，你信我吗？我没有看他，我只看案卷，只看证据。我说，证据为实。那一刻我以为我是在做对的事。后来刑部呈上奏议，罪名已成立，斩首示众，是于是以儆效尤。我第一次动摇，不是因为案子，是因为他。我知道他怕，他那样的人，连发丝乱了都要整理的人，怎么受得了？被押上刑场，被万人围观，被刀落下的一瞬，身首异处，我闭上眼，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，不能让他那样死。所以那碗药是我让人送去的。我说不用受刑，我说给他一个干净的死法。我甚至让人把药调得不那么苦，不那么慢，不那么痛。我以为这是保护，我以为这是我最后能替他做的事儿。可我没有去问他，我没有去看他，我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，我只是替他决定了他该怎么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夜他把碗打碎过，药洒了一地，
他其实不想死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不是在保护他，我是让他连挣扎的权利都没有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证据才放弃他，后来才知道，不是，我只是选了一个对我最安全的结局，而他刚好被我放进了那个结局里。当我查出真相的时候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他是清白的，而我亲手为一个清白的人安排了死法。我去牢房，那个他死的地方，地很冷，我蹲下来，手贴着地面，像是还能碰到他最后的温度。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，沈清，没有回应。我这一生做过很多决定，只有这一个让我再也不敢相信自己。我以为我是在保护他，其实我只是让他死得更安静一点，好让我自己比较好过。沈清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希望你最后那一刻不要太痛，因为我知道那一痛是我给你的。沈清！